这是哪儿啊？我不是在写论文吗？官家醒了。官家。拜见太后。陛下，喝呀！陛下好酒了呀！抓到皇帝，重重有赏。追！哎呀！没想到我一个清北历史教授，竟然穿越成了让人千古唾弃的南唐皇帝赵宋。说，现在是几年几月？啊！我是说，如今是何年月？官家刚刚过完20岁生辰宴，可是宿醉迷糊了。什么？生辰宴？史书记载，大前882年，赵宋年满20，遭太后驾空，成为傀儡。名将韩非本该力挽天青，却报国无门，魂断风波亭，以致江山旁落，金人肆虐，国将不国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历史再重演，更不能成为一个磕头皇帝。拜见太后。启禀太后，自朝廷南迁以来，官家不理朝政，终日享乐。由于昨日大摆生辰宴，醉得不省人事。官家请旨，确实不太像话。如今外有金兵压境，内逢国库空虚，臣恐怕如此继续下去，我大前危矣。所以微臣斗胆，恳请太后摄政，主持大局。放肆！何崔，你敢妄言废帝！皇后何必如此激动啊？难道你忘了金人攻来时，那可是太后临危不乱，第一个主张迁都南逃，又让何统领掌管禁军，这才保全了朝廷。如今太后掌权，那是理所应当。你不信？问问在场的大臣们，谁有意见？皇后，看见了吧？今后我大前朝堂就是太后说了算。放你娘的屁！朕的朝堂，朕说了算。官家，官家，官家还有脸来朝堂大放厥词？难不成是酒还没醒吗？官家，此人是太后新提拔的禁军统领何崔。区一个禁卫统领，是谁给你的狗胆，敢这么跟朕说话？你怎么想要弑主啊？今天的官家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官家息怒。哼！何将军不过是为我大前未来着急，官家宿醉一晚，想必对如今的情况也毫无对策。谁说朕没有对策的？朕的对策就是北上抗金，收复中原。且不说金兵士气正盛，统帅完颜宗凶悍无比，天下无敌。就说官家要北上抗金，你有人吗？朕有韩非，既然重生为赵宋，朕便绝不会将旧事内让名将报国无门，君臣异梦。只要有他和韩家军在，朕必能一展前世所学，挽大前狂澜于既得。韩非？官家莫不是忘了2日前你亲自下诏将韩非赐死？现在想反悔，怕是来不及了。糟了，差点忘了，我这前身中了太后一等的离间计。既然是朕亲自下的旨，那朕亲自追回便可。哼！官家，好，官家有如此壮志，我大前何愁不兴？那就再给官家1000兵马，如何？好，1000就1000。官家，不可！
那我们就祝愿官家活着回来。何翠，这归来之日，便是你人头落地之时。你，韩非，大前朝廷早已把你抛弃，你又何必负隅顽抗？若是现在下跪投降，归顺我大金，本官许你高官厚禄，如何？完颜宗，我韩非生是大前的人，死是大前的鬼，岂能与尔等豺狼为伍？将军，再打下去必死无疑，让末将殿后掩护您撤退吧。您一世英名，为了如此朝廷，实属不值啊！住口！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如果韩某的性命能换来官家的早日醒悟，韩某在所不惜。将士们，在！大前的好男儿，宁舍不完。黄泉路上，韩某与诸位同行。杀鸡儆狗！杀鸡儆狗！杀！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想死？本王就成全你！小的们给我杀！韩将军，朕没来迟吧？啊！龙道，将军快看，是官家的龙道！大前进军，这怎么可能？情报上不是说大前皇帝已经放弃韩非了吗？将士们，官家来叫我们来了，随我杀！众将听令，龙道前压，给朕杀！众将听令，龙道前压，给朕杀！两面夹击，不好，中计了！撤退，将士们，撤退！撤！罪臣韩非，该当万死，竟让官家率10万禁军涉险来救。10万禁军，哼！韩青太看得起朕了。如今朝中奸人掌权，朕也不过带了1000多兵马。什么？1000？快上！快点！这里没有，找那个。官家莫怕，这些都是我大前的流民。没有战事结束，他们便会从死人身上扒下衣物来遮体，搜刮干粮。但是他们只对金人下手，从不曾轻饶战死沙场的大前将士。哀望官家不要责怪。朕又有什么资格责怪他们？金人南下掳掠，百姓水深火热，这一切都是朕之过。官家，朝中奸佞横行，蒙蔽圣听，罔顾百姓，此非官家之罪啊！朝堂黑暗，奸臣尸位素餐，朕决心推翻一切，还大前一个朗朗乾坤。韩青，你可愿与朕并肩而战？韩青，你可愿与朕并肩而战？臣韩非愿为官家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好。韩非，你不是要以死明志对抗金人吗？还愣在那儿做什么？哼！他是谁？此人乃是太后的堂弟魏康。此前
太后得知末将要北上抗金，特意派来的督军。督军，金贼已被暂时击退。哦，退了？退了你还不快追？愣在这做什么？要是敢怠慢，小心我到太后那儿参你一本，让你的30万韩家军全都陪葬。韩青，他说话一直这么嚣张吗？你是个什么狗？啊！聒噪！官家，你杀了魏康，回去后势必要和太后翻脸。官家可曾想过如何应对？这是行在的布防图，官家是有。韩青，麻烦你回去之后，率领韩家军先拿下行在，接管禁军。朕这次要关门打狗。诺。算时辰，咱们那位英明神武的官家，此刻应该已经葬身惊人的铁蹄之下了。住嘴！官家乃真龙天子，尔等怎敢妄议官家性命？真龙天子，官家有什么本事？难道皇后还不清楚吗？何统领说得对呀，往日官家连只鸡都不敢杀，如今却面对金人铁骑，真是可笑至极呀！怕是官家那日宿醉未醒，昏了头了。我当时应该拦住官家的。朝廷不可群龙无首，坐以待毙。为今之计，不如按先前所说，由太后掌权，操你一职，携百官渡江。渡你妈个头！尔等阿猫阿狗，何时轮到你们做决定了？官家，官家无恙就好。韩将军呢？我知道了，这定是韩非的失手。如今韩非已死，官家最后的倚仗都没了，还有何话可说？朕何时说过这具尸首是韩将军的？这要不是韩非的尸首，还能是谁的？是谁？何统领自己掀开便知。魏督军啊！什么？是魏督军！你这个杀了本宫的徒弟！魏康身为督军，临阵脱逃，还对朕口出狂言，以下犯上，为何不斩？你放肆！朕还有更放肆的。何大统领，你还记得朕北上之前跟你说了什么吗？何催，朕归来之日，便是你人头落地之时。你，官家这是要杀了我？麻烦你离朕远一点。本将手握10万禁军，是太后钦点的禁军统领，更是朝廷的功臣。杀我，你敢吗？朕说了，离朕远一点，否则怎样？你还敢杀了我？那你倒是动手啊！用你的剑从我的脖子抹下去，来呀！否则，你的血会脏到朕的盔甲。
下辈子给朕记住了，触怒龙威者死！将军，行在之内都已拿下。好，马上整理装备，速速随我去支援官家。是。皇帝，你竟敢当朝杀人！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祖宗礼法？有没有大前朝纲了？这翻来覆去就那一句话，太后，你的脑子都留在后宫了吗？我说官家，无论如何，合同令他护驾朝廷南下，立下汗马功劳，你说杀就杀，如此暴虐，你就不怕让百官们寒心吗？一个为战而逃、趁机夺权的奸佞小人，也被你说得这么伟大。秦丞相，若你舍不得，朕现在就送你去见他。皇帝，你莫不是以为杀了何崔就可以左右朝廷吧？太后，坐不住了呀！住口！金兵势大，我暂比其锋芒有何不对？难道人人都要像你一样带人去送死不成？祖宗疆土岂能容他人染指？谁敢阻朕抗金，朕便杀了谁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好一个谁阻挡就杀谁！本宫今日倒要看看，你到底还能再杀多少人！敢问诸位爱卿，是打算和着昏君一块去死，还是跟随本宫南下，另立新朝？你说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新朝怎么能行啊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太后深谋远虑，笼络江南富商，为朝廷筹措钱粮。臣户部尚书何明愿效忠太后。太后慧眼识人，知人善用，今后必能稳固朝堂。臣吏部尚书方松愿效忠太后。太后德备四海，遵从礼法，不似官家，擅杀忠良。臣礼部尚书颜良愿效忠太后。那我们也过去，我们也去。走。皇帝，你看到了吗？满朝文武除了那些老顽固，一切皆在本宫掌控之下。危难当头，方见朝中还有忠良。忠良？跟着你的忠良一块见鬼去吧！跟本宫动手！官家快走，臣妾为您殿后。皇后这份心意朕心领了，但朕无需逃。官家留得青山在。朕说了，朕无需逃。你们在等什么？还不动手？自然是等官家的圣旨了。太后。韩非，你没死！启禀官家，整个行在已被韩家军所掌控，禁军也全部拿下，请官家发落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回事？刚才带头向太后投诚的是你，官家。太后勾结奸商，剥削百姓，中饱私囊。你身为户部尚书，却说他是为了朝廷，该死！太后任人唯亲，这是奸臣掌权。你身为吏部尚书，却说他知人善用，没，该杀！太后结党营私，妄言废帝。你身为礼部尚书，却说他遵从礼法，你罪无可恕。杀人！官家的杀相啥时候这么大了？这可是3朝老臣呐。不过不得不说，看得爽啊！韩将军，如今中间已变，
全部给朕拿下！诺，拿下！太后，救命啊！太后，救命啊！该报告住手！皇帝，你可知在座大臣皆是天下士族代表，掌握朝廷命脉。你若诛杀，朝廷必会瘫痪，大钱也会国将不国。太后说得对，官家若把大臣都杀了，岂不令朝堂空置？难道你要做一个无人可用的孤家寡人吗？太后卖官鬻爵，纵容贪腐，尔等一个个国之蛀虫，实名高血，竟以朝廷命脉自居。既然如此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朕将你们全部砍了，再造大钱。韩家军，在，给朕杀！诺！皇帝，你还是太过年轻。太后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这位乃大钱通会钱庄之主李崇金，天下银钱流转，皆经他手。你若敢动他，明日大钱银根紧缩，无钱缴税，你怕是连军饷都发不出来。这位岭南张家家主张千筹，也是江南织造坊坊主，天下之机10之8九皆经他手。你若敢杀他，不出3月，百姓将无不可依，无眠御寒，冻死者不计其数。届时不用金人铁蹄南下，你便会大失民心，军心涣散，成为亡国之君。官家，太后所言虽可恨，但也都是实情啊。士族盘根错节，若是贸然铲除，日后必将会天下大乱。再造大钱，赵宋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皇帝，这些人你也动不得。他们才是大钱的根基，而不是你这个空有其名的少年天子。哦，既然太后这么自信，可敢与朕赌上一把？赌什么？就赌7日之内，朕没有你这帮大钱根基，凭自己的能力筹到这10万官布，为百姓御寒。官家说的大话也太没边儿了。即便是我张家公仆3个月不眠不休，也制作不出5万匹布来。陛下说这话，怕是痴人说梦。朕就问你们敢还是不敢？赌注是什么？若太后你输了，朕就废除你的太后之位，永世不得入朝堂，更不能参政。即便你曾经是先帝的爱妃，从今往后与民间民妇无异。若是朕输了，朕就自写罪己诏，自废帝位，从此往后滚出大钱。好，皇帝，这可是你说的，7日之内必须拿出10万布匹。君无戏言。我们走。官家，您今日在朝堂之上实在是太意气用事了，怎么能轻易拿地位做赌注呢？是啊，官家，不如让末将率领韩家军为官家清君侧，杀了这帮贪官污吏，即便背负千古骂名，也在所不惜。不，用武力震慑朝堂，并非长久之计。朕要名正言顺地铲除太后一党。可是7日之内织出10万布匹，这纵使神仙下凡也很难办到啊。区10万布匹又有何难？朕自有办法，而这也是解决我大钱危机的最好途径。什么办法？朕要绑架全天下。什么？绑架全天下？
何为绑架全天下？简而言之，便是先革新生产力，大幅提升产能，以物美价廉之货碾压江南士族所出，随后低价向周边诸国倾销我大钱货物，使其再也离不开我大钱制造。待时机成熟，便印发大钱宝钞，令其成为诸国通用货币。最终，通过操纵货币之权，发动金融之战，让天下诸国皆需仰我大钱鼻息。如此，可不费一兵一卒，令四海臣服。尔等可听明白了？官家，你要不还是直接跟我说打谁吧？末将必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算了，尔等日后自会知晓。现下，先去替我把工部尚书给换来。官家换谁来？工部尚书。怎么，他也是太后的党羽？那把工部侍郎换来亦可。官家，您可能忘了，工部尚书是杨大人啊！放肆！就管他姓杨还是姓马，天子有诏，他敢不来？官家，这杨大人这杨大人是你的岳丈啊！那这，那个原来是自家人啊，那朕还是得亲自登门拜访吧。哎，皇后，皇后！站住！萧儿，快来见过官家。官家，这是皇后娘娘的妹妹杨逍，也是工部唯一的女将士。姐，萧儿，听说你昨天在朝堂上大杀四方，嚣张得很啊！怎么，今日有空来我杨府了？萧儿，不得无礼。无妨，朕今日前来是有事要请教杨尚书。难怪我姐昨天半夜回来，原来是为了提前赶回来帮你说好话啊！大姐，咱爹当初为了助她登基，出钱出力，可结果呢？他倒好，整日沉迷酒色，荒废朝政，让你在后宫里受尽冷眼不说，还把咱爹气得卧病在床，后来更是闭门不出。小妹，过去的事情休要再提，官家他早已不同往日。切，有什么不同？还不是来求上咱们家？院中嚷嚷什么？成何体统？父亲，爹。不知官家驾临，所谓何事啊？还不是让你帮他收拾烂摊子。朕今日前来，欲请尚书出面，统筹工部，为朕督造一务。爹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想让你帮他做些奇淫巧技的东西来毁你的眼。闭嘴！哼！老臣年老体衰，早已不堪驱策。官家若是要做什么消遣物件，朝廷能工巧匠甚多，可另寻高明。哎，老尚书，先看了这图纸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啊，这是。这是，朕再请问一次，杨尚书是否愿意出山，为朕、为大钱督造此物？官家死了这条心吧，今天我爹说什么也不会帮你的。出去！听见没？爹让你出去！我是叫你出去！什么？爹，你叫我出去？听不明白吗？给我出去！哼！
精妙绝伦，名唤什么？这是官家设计的。此物名唤新式织布机，比现有的织布效率能提高50倍。天佑大钱，天佑大钱呐！老臣万万没想到，官家竟有如此惊世之才。此物若真能推行使用，定能改变大钱国运，让大秦百姓富足，国运强盛。老臣糊涂，当初未能识得官家振聋之资，罪该万死。哎，那督造此物一事，就全赖杨尚书了。哎，官家唤老臣什么？全赖国丈大人。官家放心，老臣明日便回工部，竭尽全力办好此事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还不是被我爹赶出来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杨修，放肆！爹，您怎么出来了？您不是发誓再不出府门了吗？我当然是出来恭送官家的。什么？送他？官家，小女平日娇宠惯了，多有顶撞，还望海涵。无妨，少女心性而已。官家，老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国丈请讲。老臣欲将小女托付给官家，让她进宫陪在官家身边，任听调遣，让她多学点知识。什么？爹，你让我进宫伺候她，我不同意！闭嘴，这里轮不到你做主。官家以为如何？如今大钱百废待兴，朕需要绝对忠诚的特殊人才，去完成那些跨时代的产物。这老丈人好啊，买一送一。你别以为耍了点小花样骗了我爹，我就会答应你。告诉你，像你这样没本事的人，我才不会听你安排做事呢。小二，你擅长机关术？那当然，本姑娘6岁钻研机关术，熟读墨家经典，很多地方连我爹都不如我。看到这个没？这可是本姑娘精心设计的。哎，你别跟我说话了。少玩一些小孩玩的东西，把心思都花在正道上。随朕回宫好好学习，为大钱出一份力。哎，太后，太后，微臣打听到了，皇帝昨日他去找了工部尚书杨震。哼，本宫还以为他有什么能耐呢，原来是回去啃他老丈人的棺材本了。是这杨震，他虽是3朝元老，但一身清贫，怕是也没什么家底儿掏给官家。秦相在，传令张千筹，让他名下的织造房和布行通通闭门停运。这7日之内，本宫要让这世上再无一匹绸布。哎呀，太后英明！这7日之后，皇帝失信于众，本宫再一举夺权。诺，微臣这就去办。皇帝，本宫这次倒要看看你还能如何翻身。官家，这新式织机真的能在7日之内造出10万布匹？千真万确。可是太后不认这赌约怎么办？太后不认这赌约又何妨？朕造这织机并不是为了跟她置气，而是为了迈出绑架全天下的第一步，天下民生出大钱。韩将军，臣在。拿着这张图纸，命工部再造一物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切记保密。诺。
让韩将军去造的什么呀？你那么厉害，猜猜看，猜对了朕有赏。哼，谁下人知道？朕这小姨子性情怎么这么怪啊？还不是因为你，随手就拆了他精心设计的机关锁。打击到他了？非也。那是为何？官家，萧儿自小精通机关术，心高气傲。他曾发誓说，谁要是能拆了他设计的机关锁，谁就是这天下第一聪明人。那他就要嫁给谁？什么？皇后，这天地良心，这可没有这个意思。有没有？官家心里清楚。哼！哎！杨大人，韩将军，这是最后一批布匹，烦请过目。禀韩将军，这一箱加上国库内已有的数目，现在只多不少。好，太好了！官家，官家，布匹的数量足够了。太好了！7日之内竟能产出如此巨量的布匹，杨尚书功不可没啊！官家谬赞。全靠官家所赐神机，这几日老臣反复琢磨，又对此机有所改进。今日特将新样机带来。杨尚书果真是国之大将，如此一来，我大前织造腾飞指日可待。哼，那当然了，这个是我爹。不可对官家无礼，一切皆是官家恩德。有此利器，天下百姓冬日御寒之物皆有着落。官家真是造福万民呐！皇帝，看来这就是你和本宫赌斗的底气。一个改良的妖姬和一个老得快要入土的工部尚书。今天他们要是不能帮你拿出10万布匹，你可就要自废帝位，昭告天下。哼，太后这么着急啊？还要亲自前来国库查看？当然，官家若是完不成赌约，令人瞒报账目，惹出笑话，本宫还需眼见为实。朕何时说过朕完不成赌约的？笑话！7日之内筹措10万布匹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你若不是走投无路，又怎么会去找这个退朝已久的杨国璋？没错，官家，事到如今，强撑颜面还有何用啊？这几日，您怕是早已把国丈大人的老本都掏空了吧？这些个破木头，该不会是杨大人最后的棺材本吧？尔等似乎对朕最近的行程很是了解了。休要东拉西扯！赵宋，本宫就问你，今日这赌约你是否能拿出来？若是拿不出，你就立刻给本宫。韩非，臣在。既然太后这么着急认输，还不打开库门，让太后好好看看朕究竟拿不拿得出。诺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多？
查得如何？太后，请下，这些布匹都是上等的官造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秦松、张千朝，你们到底怎么办事的？太后，明鉴，官家确实只去过杨尚书家中，之后就再没去过任何一家织造坊。是啊，太后，臣已经下令关闭所有织造坊和布行。如今这些布匹究竟是从何而来，臣不得而知。而且这些布匹比我张家织造坊所织造之物还要精细得多呀！皇帝，你究竟怎么做到的？这些该不会是先皇留下来的吧？朕说过，朕要再造大钱，尔等井底之蛙，岂知天地之广？杨尚书，既然太后好奇，那你不如让她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看你这个快要入土的工部尚书是如何帮朕赢的。老臣遵旨。哼，是。动手。哇，这是竟真能有如此迅捷，神乎其技啊！真的神乎其技啊！太后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我依照赌约，朕要废黜你的太后之位，从今往后，你魏嫣然再也不得踏入朝堂半步，皇宫内廷也再无你的立锥之地，出宫养老去吧！不可能，本宫绝不可能输！皇帝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今人还在北方虎视眈眈呢。叛乱之事，朕自会和朝臣商议，不劳你一介民妇操心。太后，官家，此话差矣。如今若是金人南下，你将无计可施啊！到最后，你还得请太后出面主持大局。毕竟，太后已经和金人打过多年的交道了。看到了吧，皇帝，不靠本宫，难道靠你这些织机去吓退金人那10万铁骑？没错，朕就是要靠这些织机。朕要重开户市。你要重开户市？虎视，金人如今势大，官家怎么还能与他们做生意？姐，你快劝劝他呀！这简直就是胡闹嘛！本宫还以为你有什么力挽狂澜的妙招呢，竟然是养虎一患，绥靖资敌。资敌？真是短视！朕要用他们织出来的海量布匹，再以诸国无法抗拒的低价倾销卖出。不仅如此，粮食、食盐、矿物、木材皆是如此。朕要这天下诸国皆入我大钱之购。届时，这天下都穿我大钱之布，用我大钱之物，这天下民生皆系于我大钱一国。到那时，你以为他们还哪里来的勇气，敢侵犯我大钱？哼！太后，你不要以为朕会傻乎乎地看着朕的大钱子民以血肉之躯北上抗金，朕要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官家此举实在太异想天开了，掌控天下万国民生，并非易事。光是大钱国内就有无数百姓无衣可穿。
就算这织布机可以提高数十倍以上的效率，但就算让举国上下所有织工日日夜夜坐在这织布机前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要织出这么多匹布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听到了吗，皇帝？人力皆有穷时，此乃天道。人力？朕要说，朕用的不是人呐！什么？不用人？不用人？难道用鬼吗？这织机还能自己动起来不成？没错，朕就是要让它自己动。韩青，臣在。把东西给朕抬上来。诺。这就是他那天让韩将军所造之物，这么大的铁疙瘩，看着如此笨重，如何能取代人？爹，你可知这是何物？我只知道是官家命工部建造，名叫蒸汽机，具体什么作用，为父也猜不出来。哼，本宫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，原来根本没人见过。赵宋，这该不会是你从哪个破庙搬出来的废品，用来唬人的吧？韩非，臣在。去，把所有织机都抬上来，再按照这个图纸上的设计，把它与蒸汽机连上。诺。把那个抬过来。我就不信这笨重铁器能比我手下数万名熟练织工还厉害。哼，装神弄鬼！糟了，官家若是失败，太后恐怕要借机发难了。爹，我早就说过官家不靠谱吧，你还让我听他的。官家已经组装完毕了。啊，这，今天，朕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工业革命。给朕看好了！这怎么会动？怎么会动啊？这太离谱了吧！啊！神技，此乃神技呀！如此效率，官家真乃天降奇才呀！魏嫣然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依照赌约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便不再是我大前太后了。不，绝不可能！本宫乃先帝册封，是你名义上的母后，大前以孝治国。若是你把本宫赶出皇宫，就不怕动摇国本吗？你也有资格跟朕谈动摇国本？若不是你结党营私，败坏朝纲，我大前朝堂何至于沦落到如此境地？若不是你纵容贪腐，剥削百姓，我大前国力何至于每况愈下？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你，魏嫣然。若非我大前以孝治国，若非你头上还顶着太后的名声，朕早就一刀将你砍了。现在你是自己体面的离开皇宫，还是等朕请你出去？好，好，皇帝，你够狠！本宫走。站住！皇帝还有何事？
将你不该拿的东西全给朕交出来！还有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封官，脱。还有，凤袍。什么？赵宋，你让本宫当众脱下凤袍！给朕脱！脱！即日起，朕将卫士逐出皇宫，贬为庶民。至于太后一党，祸乱朝纲，为富不仁。即日起，革去所有官职，家产悉数抄没，充入国库。官家开恩呐！官家开恩呐！官家开恩呐！官家开恩！官家开恩呐！官家开恩呐！走，快走，快点！官家，太后朝内朝外经营数年，树大根深，今日如此羞辱她，日后若是卷土重来，不太好对付。卷土重来，新的时代已经开启，他魏嫣然挡得了这天下滚滚大势吗？传朕旨意，即日起重开边市，不止金国，而且朕还要与百越、扶桑、西夏等周边诸国全面贸易，扬我国威，富我百姓。老臣杨震誓死效忠，辅佐官家，成就霸业。时代的车轮已然转向，从这一刻起，朕绝不会让历史屈辱重演。大乾的新篇由朕来书写。赵宋，黄口小儿，还敢如此羞辱本宫！太后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不仁，我们也不义，立刻写信通知完颜宗，告诉金国立刻发兵，与本宫的人里应外合。总之，不能让他计划成功。诺。赵宋，本宫与你不死不休。官家，护士所需首批物资均已备齐，另外护卫护士地点的进兵也已点齐，可以开始你的下一步计划了。只是不知这批货物，官家打算如何定价？官家所作所为，不仅造福大乾，更造福天下百姓。可怜我韩非空有一身武力和数十万大军，却帮不上官家一点忙啊！韩青，过去我大乾一匹布多少钱？回官家，一匹优质官布约800文钱。800文？这一担米不过200-300文，而一匹布竟能买300多斤米。这价格，乃是我大乾寻常百姓家一月之余的口粮。正是，这一切皆因张千丑等江南士族掌握国家命脉，为自身谋取暴利，贪官污吏，层层剥削，吸食民脂民膏，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呢。既如此，我们的布就卖这个数，500文。若真能以此价出售，虽也昂贵，但近乎是从前半价。
对金人乃至周边诸国百姓诱惑确实不小。500文不行，难不成要卖50文？官家，你莫不是疯了？若真能卖50文一匹，那我大前子民几乎都能添置新衣，多备御寒之物啊！官家，此乃天大的仁政啊！百姓必对官家感恩戴德，周边诸国一定会疯抢的。官家难道打算5文，朕的布，只卖5文。什么5文？大汗，南边传来消息，前国皇帝下令重开户市。户市，就是用牛羊换他们的布匹和茶叶的市集。没错。赵宋小儿若不是疯了，与虎谋皮，怕是嫌我大京的铁骑不够锋利，上赶着给咱们送东西。大汗说的对，汉人的丝绸、茶叶、盐铁，那可都是好东西。看来前国真的气数已尽啊！报！大汗，前国太后送来密信。咱们的那位老朋友前国太后让咱们发兵攻打大前，他会帮忙，里应外合。嘿嘿，大汗，机不可失，末将这就去点齐兵马，趁护市之初，全军松懈，一路南下，直捣黄龙。好，这一次本王一定要踏平前国，把赵宋的脑袋当夜壶。是。赵宋啊，赵宋，你内外树敌，不得人心。不好了，咱们的兵都不见了！胡说八道！金国儿郎战士为兵，闲时为幕，军营里找不到，定是去草场放羊牧马了。牧场俺也去看了，只剩下一些老弱妇孺守着牲口，精壮汉子一个都不见了，已经派人四处去寻找了，都不见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报！大汗，王爷，咱们的人找到了。说他们都死哪儿去了？我们的人都跑到边境线上，跟前人做买卖去了。什么？两位，我等此番微服出行，就是想看看大前开通户市的消息是否为真，没想到办得如火如荼啊！是啊，大前此番户市让利颇多，只要用大前的宝钞结算，就可5文购买1匹布，简直白送啊！让利，两位国主未免也太过天真了。西夏国主此言何意？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大前此次如此低利倾销，绝非善意之举，而是要以倾国之祸冲击百姓民生。待各国作坊倒闭，工匠失业，天下民生将皆系于大前一念之间。届时，我等诸国与待宰羔羊何异？若是如此，坚决不能放任百姓忽视了。没想到大前皇帝心思竟如此歹毒。没错。立刻回国，下令封锁边市，拒绝与大前互市。诺。管家，不好了！西夏、百越、吐蕃3国国主闭关锁国，拒绝与我大前贸易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5文1布的价钱，他们竟不动心，何况还有其他的商品。西夏国不但拒绝，还疑似联合其他诸国共同抵制户市。
其他小国因为让利颇丰，暂时拒绝了。若是如此，官家绑架全天下的大计，恐怕要受阻了。朕还真小看了天下英雄，这西夏的国主倒有几分见识，哼，竟然让朕起了几分爱才之心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收复人家？怎么，小姨子，你是觉得朕做不到是吗？我承认，官家在制作机巧之物上是有些本事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治国哪里有这么简单？除非诸国国主都是傻子，否则怎么可能轻易把名声大权交出？你还想着收复人家，你就没有想过别人是否同意？平日蚂蚁挡路，你撵过去，可曾问过蚂蚁有没有意见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韩非，臣在。点齐10万精锐，去替西夏那些国主打开他们的国门，让他们给朕开城迎客。诺。你这不是不讲道理吗？道理从来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。陛下真是神机妙算，轻易便识破了大前皇帝的诡计。现在不光是我们，吐蕃和百越也停止了和大前互市，紧闭国门。要不了多久，等其他各国发现，大前便会孤立无援，再无生意可做。届时定会派使臣来让利求和。报！陛下，韩非来了。朕说什么来着？大前来服软了。不是，是大金来的。打开大门，本将军便替官家轰开你的大门。这金国大汗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到现在还没发兵？太后莫急，这金人本就贪财少智，想必他们是想趁着互市先捞一波好处。但眼下西夏3国已与大前拒绝互市，用不了太久，皇帝的如意算盘很快就会落空了。不好了，太后，韩非受诏发兵西夏，大破西夏国都。如今3国国主全部发布重开互市。混账！赵宋，本宫就不相信对付不了你！官家，自从韩将军攻破西夏国都，诸国再无抵抗互市之声。现在边境互市之地人声鼎沸，连金国也不敢轻易出兵，生怕忤逆民意。官家，臣回来了。跪下！官家，就是他下令诸国抵抗互市的，末将将他抓回来了。狗皇帝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想让本王臣服，你做梦！想不到还是匹劣马，能看明白朕的意图，你也算这个时代少有的英杰。朕可以给你个机会，为我大前效力。我呸！狗皇帝，现在你的成就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不知好歹，末将这就斩了他。不必，朕迟早要征服天下，区一个异邦女人，又如何不能驯服？朕又岂不知早晚有人能反应过来？可你有没有想过需要多久？那时我大前的军旗早已遍布世界各地，就算他们反应过来，也晚了。压下去！诺。走。这西夏国主虽然态度嚣张，但说的没错。此次互市，大前倾尽库存，日夜赶送货物，才勉强支撑互市商贸。可一旦后续货源跟不上，让那些蛮子空手而归，又岂会善罢甘休？官家的争气之机虽能扩充货源，但也要及时卖得出去才行啊。近日官道上马匪活动日益猖獗，屡有马队被劫，老臣以为是魏嫣然在背后故意阻挠，企图破坏互市。尔等顾虑，朕皆知晓。可是尔等可曾听过一句话：想要富，先修路。修路。尔等且随朕来。
本姑娘倒要看看她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这便是朕为大钱修的铁路。什么？铁路？这不就是2根铁条铺在路上，中间再插些木板吗？官家耗费这么多铁料，就造出这么个玩意儿？朕这铁路还未竣工，这只是其中一小段工程。不久之后，朕便要它通遍全国。什么？你还要把它通向全国？这不就是劳民伤财吗？官家，末将愚钝，实属没有看出这铁路有何大用。若要通向全国，恐怕要耗费无数的铁料。虽然咱大钱盛产铁矿，但末将认为此举过于铺张靡费。官家，这铁路铺着一节一节木板，雨雪天来临，岂不是滑溜得很？那马车如何行驶啊？小姨子，若是一批紧要货物从京城运至北部边境，用马车的话，耗时多久？京城到边境约5000里地，就算沿途会用上等骏马，人歇车不歇，最快也需2月之久。朕这铁路只需3日。什么？3日？这不可能！就算全部换成汗血宝马，也绝不可能有如此速度。谁说朕要用马车了？不用马车，你用什么？难道用牛车？朕用火车。这么大的铁疙瘩，如何能跑得动？小儿不得无礼。爹，我哪儿说错了吗？此物至少重达10000斤，就算几10匹壮马都无法拉动，更别说运货了。小姨子，朕这火车可不用马拉，它自己会动。自己会动？官家莫不是在开什么玩笑？他要是自己能动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当真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小心我半夜给你下毒。想什么呢？朕虽研制出了铁路和火车，但却缺少一个将其推广到全国的人才，而你就是朕需要的牛马，需要的人才。这火车和先前的织布机一样，都是要以蒸汽机为动力，只需要1名司机和2名副手，便可畅通全国。官家，何为司机？皇后可以认为是驾车之人。这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哼，除非你让我亲自试试。不怕你质疑，就怕你不好奇。小姨子这种牛马就是用来坑的。你不信，随朕上车瞧瞧。愣着做甚？上车呀！这么个大铁疙瘩，只有你说的那么神奇？既然你不相信，那就由你来开火车。我可推不动这大玩意儿。不用推，你只需要按下这些按键就行。真的只要按下它就能开动了？君无戏言。动了，真的动了！生火，加压，给朕跑起来！我开上火车了！我真的开上火车了！怎么样？现在相信朕的火车可以日行千里了吧？官家真是天纵奇才，老臣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还能乘坐如此神物啊！真是开了眼了。那又如何？这铁疙瘩一次能拉多少货物？全国需要的货物可是不计其数。能拉多少？哼！一次可拉100万斤。好啊，太好了！若是如此，我大前边境的护士将无后顾之忧啊！官家，这火车不仅能日行千里，
还能装载这么海量的货物？官家每每出手，绝非常人所及，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！小姨子，你现在觉得如何？不过可惜呀！管家可惜什么？唉，可惜了朕这火车动力虽足，载货虽多，又划时代之先河，却缺少真正能懂它之人。要是能把朕这火车推广至全天下，朕虽死也瞑目了。等等，姐夫，这活你就交给我吧，我保证以后吃喝拉撒全在这辆火车上，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推广出去。什么？赵宋和周边各国贸易越做越大？卑职也觉得奇怪啊，我们派出去的马匪根本就没有发现皇帝的货物。好一个赵宋，好一个绑架全天下！不行，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了。那太后如何打算？赵宋，狗皇帝，你有本事放我出去！你敢羞辱我，我杀了你！哼，别喊了，真把赵宋喊来，本宫也帮不了你。大前太后，你不是被赵宋赶出朝堂了吗？他那个黄口小儿还奈何不了我。废话少说，本宫今日来是要跟你谈一桩买卖。什么买卖？官家。哦，都来了。姐夫，自从我学会了开火车，这边境的护士再也没有缺过货源，各国纷纷抢着跟我们大秦做生意呢。不仅如此，官家的蒸汽机已经应用在了冶金、造纸、伐木等其他的领域。如今日产铁矿10万斤，精盐200万斤，国库充实无比，真可谓国富民强啊！没错，军营里将士们的装备也焕然一新，不复往日羸弱。官家神机妙算，绑架天下之计，眼下就快成了。这才只是开始，这天下之大又岂止7国？朕要的可是万国来朝。官家，不好了！边关800里加急，西夏联合百越、扶桑等7处藩属国正集结朝我大秦进军呢！什么？7国联军，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7国联军兵力恐怕不下100万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造反？这如何是好啊？官家，国库虽丰，军备虽强，可多线作战，大秦恐怕难以应付。看来朕那位母后在宫外也没闲着呀。官家莫怕，终于到了用得着俺老韩的时候了。7国联军虽强，但是末将愿意用性命和我韩家10万好儿郎，跟他们拼个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。韩将军，不必了。官家，你就让俺去吧。韩将军的命是朕辛辛苦苦救下来的，岂能用在这种地方？难道官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办法？区7国联军而已。朕只需要下一道圣旨，就可以让他们7国臣民乖乖将他们的头颅送上来。官家，这7国联军非同小可，若轻敌大意，应对不当，大秦恐有倾覆之危啊！是啊，官家，俺知道你英明神武，但是战争这事儿吧，你就得到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去干一场。这圣旨，这大秦的圣旨，他怎么能管得了别国的子民呢？朕的圣旨就可以。姐夫，他们不信你，我信，我替你送圣旨。好啊，那这份大功就归你。官家，我愿陪同杨小姐一同前往，护她周全。摊上官家这样的皇帝，不让人打仗，俺只能自己找机会去边界耍耍了。快来看呐，快来瞧啊！刚到的丝绸，只要5文钱一匹。
我要，好我都要这种颜色，我都要。啊！哎呀，自打这大钱开通了沪市，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呀！这大钱皇帝英明啊！是啊，要是没有这种沪市，咱们就要回到从前过那种苦日子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这现在啊，可谓是人人都能穿得起绸缎，人人能吃得起精粮，人人还能喝得起茶叶呀！这可谓是真正的天下大同啊！这日子，这怎么能倒退呢？官兵来了！官人，可是大钱王朝又颁布了什么利好的政策呢？大钱皇帝有旨，7处藩属国联合造反，大逆不道。今日起，关闭边境沪市之地，断绝一切贸易往来，不再与诸国天恩惠泽。什么？关闭沪市？这怎么能行呢？官人，这沪市不能关呐，我们老百姓还要靠它生活呢。还请大贤皇帝收回成命啊！收回成命？休想！要怪就怪你们各藩国国主不识好歹，不为百姓着想，起兵造反。否则我姐，怎么办？我官家也不会下此诏令。这沪市可不能关呀！是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不得在我大钱天恩这沪市。若有疑义，问你们的国主去。哎呀，这关闭沪市怎么办啊？这你说还怎么办呢？这以后走找国主去。这些东西啊，走，来走，咱们都去。哼，大钱狂妄自大，扰乱各国名声，如今还抓走了我的女儿。今日我等7国联手，定要叫他付出代价。不错，此次联军近乎100万，还有大钱太后里应外合，定能一举踏破大钱，瓜分大钱疆土啊！报，陛下，大钱皇帝发布圣旨，关闭与各国沪市，断绝一切贸易往来。我等即将出兵讨伐，大钱皇帝竟然还在考虑同秀之事，真是可笑至极呀！看来这大钱皇帝也不过是个目光短浅的鼠辈，只要我们能打进大钱，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？传令，集结大军，发兵大钱，我等诸国势必要拿下大钱皇帝的首级，一雪前耻。诺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7国联军呢？你看是啊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官家，7国联军携100万之众，陈兵边境，虎视眈眈，此乃灭国之危呀！官家，不如派人先去求和，暂避锋芒，再予以碎币，度过眼下危机再说。朕绝不会向蛮夷低头。没有吃啊！官家，眼下不是意气用事之时啊。没错，若是官家无法子，不如请太后出山。先前太后掌权，与各国多有联系。若请太后出面，说不定替官家扭转乾坤。不必了，朕自有对策。对策？谁呀？7国来犯，你一个黄口小儿，能有什么对策？魏嫣然，你还敢出现在朕面前？魏嫣然，朕已经将你逐出了皇宫，你竟敢擅闯朝堂！逐出皇宫？哼！如今7国大军将至，大钱危在旦夕，你若无回天之力，本宫身为大钱先帝遗孀，岂能坐视不管？你又凭什么认为这7个藩国会听你行事？官家，你还不知，太后手下之能臣，如李崇金、张千丑等人，皆是一帮贵族之后，与藩国王室素有交情。若由太后派他们出面，必能说服7国退兵。是啊，还是太后有本事，了不起。原来太后与异族勾结已久。哼，
皇帝，你若还在逞强，便是让整个大钱与你一块送死。眼下除了让本宫出面，你别无他法。官家，太后所言极是啊，眼下形势所迫，不如请太后回宫主持大局。是啊，官家，国事为重，还请三思啊。荒唐！太后结党营私，早就失信于天下，如今危难之际，还敢入朝逼宫，尔等身为臣子，岂能是非不分？皇后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皇帝一意孤行，毁掉整个大钱不成？本宫此次前来，并非夺权，而是为了挽救大钱。你难道看不明白？皇帝年少冲动，不识大体。若是今日他能自己退位，本宫便可不计前嫌，暂摄朝政，之后再由本宫周旋，便可化解此次灭国之灾。不可！有何不可？太后英明果决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挽救大钱于水火之中。难道韩将军有更好的法子？报！齐国派出使臣进京面圣，已至皇城门外。齐国派出使臣进京面圣，已至皇城门外。齐国使臣同时前来，这是来者不善呐！莫非是要下檄文，让我大钱各地赔款，称臣纳贡？若是如此，只有请太后来挽回这局面了。官家，这下可怎么办？皇帝，你听到了吗？如今七国齐至，先前你还在说什么大话，要绑架全天下？我看只怕是兵临城下，还不速速请本宫临朝摄政！聒噪！我堂堂大钱乃是天朝上国，国力日盛，岂需向那些作尔小邦低头求和？去，让他们进来。诺。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，不求和，难道真要百万黎民为你陪葬不成？陪葬？哼！天下民生皆系于大钱。朕已传出一道圣旨，关闭户市，中断一切贸易。过不了多久，就会让各国国主跪地求饶。朕问尔等，信或不信？朕问尔等，信或不信？一道圣旨，喝退百万联军。赵宋，你当真以为你是历史上那些千古一帝吗？如今七国大军压境，百万铁骑顷刻便至，他们也已派使臣进京威逼，你居然还在鼓吹自己的懿旨传令，让他们跪地求饶，这是在拿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的性命开玩笑吗？太后所言极是，官家，你那所谓的绑架天下之狂言，哄一哄3岁的小孩也就罢了，如今七国使臣就在殿外，是战是和，是生是死，已是顷刻之间，官家却还如此执迷不悟。诸位同僚们，这大钱的基业恐怕就要断送于此啊！官家，老臣恳请你以江山社稷为重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放下和太后的恩怨吧。是啊，眼下唯有请太后，才能与诸国周旋一二，还请官家让步，由太后主持大局。你们这群墙头草！皇帝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是众议，更是大势所趋。齐国使臣到！各国国主，他们竟亲自来了。皇帝，你若再不退位，由本宫出面，那可就真来不及了。诸位大臣看到了吗？七国齐至，甚至国主亲自前来，定是来向我朝索要岁币、割让疆土的。皇帝若还是执迷不悟，我大钱必遭灭顶之灾。确实是这样，如此甚好。哦，是吗？废话，难不成他们是来向你朝贡的？既然太后与这7个藩国交往密切，那要不你替朕问问，他们此次来京城所谓何事？
诸位国主，本宫深知尔等此次前来，定是因为本国皇帝所作所为触怒友邦，特来兴师问罪。诸位国主明鉴，我朝皇帝年少愚昧，但太后英明仁德，可与诸位斡旋商议，只要退兵，一切条件皆可商议。没错，不过这前提嘛，当然是先让皇帝交出大权。大前太后，你似乎弄错了。弄错？弄错什么？你们不是替各国前来传送檄文和战书的吗？自然不是，我们此番前来是专程向大前皇帝请罪求和的。什么？请罪求和？启禀大前圣上，齐国国主受奸人蛊惑，擅自起兵触怒天朝龙威，我等忠义大臣特将他们拿下，听候大前官家发落。恳求大前圣上平息龙怒，重开户室，恢复边贸。恳请大前皇帝重开户室，恢复边贸。怎么会这样？朕说过，一纸传令，便会让各国国主前来认错。尔等现在可信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朕不是说过吗？绑架天下是朕的目标，掌握天下民生，让诸国的百姓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我大秦。但凡有一些小国国主逆天而行，这便是后果。官家真乃天纵奇才，不费一兵一卒便令七国臣服，此乃千古未有之奇功啊！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我姐夫。大前圣上，我西夏国是此次联军之首，罪责深重，无以表达悔过之心。但我国国主贺兰勒马，容颜绝世，素有西域明珠之称，我等恳求令他侍奉左右，以修复两国关系。我西夏愿与大前永世修好。我等各国愿与大前永世修好。既然叛乱之事已了，尔等便回去吧。但各国国主需留在我大前为质，且今年上缴的岁币必须翻番。若敢有误，朕便再断贸易，兴兵问罪。谨遵大前圣上圣旨。谨遵大前皇帝圣旨。退下吧。韩非，臣在。方才扬言要太后主政的，一律革去官职，发配边疆，充军效力。至于卫士，擅闯皇宫，勾结外邦，意图谋反，与秦松一同打入天牢，后事发落。诺，来走。官家，饶了奴才狗命吧！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！赵宋，你来干什么？朕来看看你这匹西域烈马，可学会了低头认主。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！我西夏集合了7国联军，发兵前国，届时100万大军将至，你都已经快自身难保了，还敢在朕面前耀武扬威？哼！原来这里面还有你的功劳。只不过，你怎么就这么确定，这7国联军就能拿下朕呢？你若识相，便应该向朕低头下跪，届时朕还可纳你入宫，保你一条狗命。
好啊，希望你待会儿一样自信。带上来。快点！快点！父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女儿，齐国联军没了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贺兰勒马，朕念在你还有一点脑子，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成为朕执掌天下的一枚棋子。现在跪下，臣服于朕。你服还是不服？本王甘愿臣服。官家，齐国臣服，边患暂解，下一步你有何打算？下一步自然是要继续完善朕绑架全天下的大计，铺铁路、开矿藏、兴工业，让蒸汽机的轰鸣响彻四海，给大钱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。官家宏图，臣妾心驰神往。只是如此变革，必定会触动大多数人的利益，尤其是县太后昔日党羽，守旧勋贵，若日后暗中反扑，对官家不利。怕什么？魏嫣然已在天牢之中，剩下些小鱼小虾难成大器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臣妾是怕他们行些阴险刺杀之事。纵有万千险阻，朕一往矣。只要朕的政令能推行下去，让百姓富足，让大钱强盛，即便朕以身殉国。呸！官家不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皇后，你这是在担心朕呢？那是自然。如今天下初定，皇室血脉仅存官家一人，事关国本，官家不能有丝毫闪失。既然如此，那朕便尽量多担子嗣，好让江山稳固。官家这是做什么呀？此地乃是御书房。御书房又如何？方才皇后所言，这当务之急，不是要延续皇室血脉吗？这……姐夫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有人劫狱，救走魏嫣然，投奔金国去了。姐夫，你们平常玩的这么奔放吗？你说魏嫣然被救走了？是啊，就在刚才，一伙人劫走魏嫣然，冲出皇城往北方去了。姐夫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魏嫣然熟知我大秦国情，如今又投奔金国，必将贻害无穷。官家，萧儿所言极是，魏嫣然心狠手辣，早就跟朝廷结怨已深，若是跟金国勾结，必成大患。官家需立刻派兵拦截。别慌，这一步也在朕的计划之内。姐夫，什么叫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？难道太后逃走是你安排的？当然，先前朕已下旨让魏嫣然禁止进入皇宫半步，然而她却依然通行无阻，甚至来朝堂质问于朕，那就说明这朝堂之中她还有奸细。朕不如趁此机会将她在宫中的暗桩全部连根拔起。姐夫英明啊！报，官家已经查清楚了，营救魏嫣然的暗桩已被末将全部铲除，便按照官家的吩咐，故意放走魏嫣然，让她投靠金人去了。纵虎归山，官家这又是何意？如今我大钱已初步掌控诸国的民生命脉，让各国的上层权贵都因有利可图，和我们绑在一起。然而人之本性贪婪而畏威，
光给甜头不行，得给些大棒警示一下。大棒？大棒敲谁啊？难道就是金国？没错，朕就是要拿金国开刀，杀鸡儆猴，让金国成为朕绑架全天下的祭品。只有这样，才会让天下人都知道，顺我大钱者昌，逆我大钱者亡。大钱太后，你可是亲口承诺会拿出十足的诚意，我大金才会派出最精锐的死士，冒死把你从那天牢里捞出来。大汗放心，本宫既然来了，带来的诚意定让大汗满意。哦，大汗，请看此图，此图乃前国北境以及京畿地区详图，上面标注了主要关隘、兵力部署，以及一条可以绕过所有主要防线，直插中原腹地的密路。密路？这条小路真能直捣黄龙，突袭大钱的京城。但为保万全，还请大汗先命完颜宗将军大张旗鼓，猛攻据北城。据北城，前国北境的关贸重镇。没错，若是此处遇袭，赵宋必派主要部队北上驰援。届时，中原腹地空虚，大汗再亲率精锐，由我引路，轻装急进，就可一举拿下前国京城。等赵宋的小儿发现中计时，京城已破，大局已定。纵使他再有逆天手段，也回天乏术。大汗，魏太后此计可行。赵宋小儿发现中计之时，京城已破，大局已定。纵使他再有本事，也回天乏术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即刻点齐兵马，这一次本汗定让大钱举国覆灭。是。赵宋，等大钱灭国之时，本宫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报！完颜谷亲率20万大军奔袭据北城，边关告急，请求朝廷速发援兵。这金人又来，这才安生几日啊？莫非是天要亡我大钱？20万大军，据北城虽坚，恐也难以久守啊！慌什么？金人既敢来，打回去便是。官家，万万不可！那金人势大，铁骑凶悍，若起战事，恐非良策呀！是啊，官家，如今国库充盈，何必再动刀兵？不如派使议和，许以金帛，暂息兵戈，方为上策呀。这二人是谁？官家，这二位是左丞相庄孙和右丞相范坚，乃是先帝特指与官家的辅政帝师。左右丞相，秦松同位的重臣，先前怎么没有见过？官家不认识二位大人，实属正常。毕竟这二位大人可是主和派中的翘楚，当初金兵南下时跑得比谁都快，早早称病去了江南。如今听闻官家励精图治，前几日才有病愈还朝。官家，当务之急是商议给予金人多少岁币，方显我大钱求和的诚意呀。庄相所言极是，着岁币数目还得斟酌，少了恐金人不满，多了又伤国本呐。缴纳岁币，正是。缴个屁！金贼狼子野心，屡犯我疆，屠我子民。如今朕富国强兵，正欲雪耻，他们自己送上门来，却是刚好。这一次，朕要将金贼灭国。再言求和者，犹如此竹。官家，京营及周边可用兵马已经清点完毕，共计5万，随时可以开赴据北城。什么？5万？韩将军，今日号称20万铁骑，皆是能征惯战之辈，我军以5万之众迎敌，这兵力悬殊，胜算何在？皇后娘娘明鉴，先前七国叛乱，我朝大部分精锐已经赶往边境镇压，尚未回师，仓促间也确实只剩5万备用军了。
官家，金人本就凶悍，如今敌众我寡，臣妾实在是担忧啊。无妨。韩青，朕的那件秘密武器进展如何？回官家，官家给的图纸虽然精妙复杂，但好在有杨尚书亲自督奏，加上工匠们日夜赶工，已经按时完成了。好，有这件神兵利器在手，没收20万精兵，便是再来20万，朕又有何惧？此战我大钱必胜。官家，韩非，传朕旨意，此次出征将庄孙、范坚以及所有未战窃敌之臣全部给朕带上，一个都不许漏。怒！朕要让他们看看，这精兵并非洪水猛兽，更要借此一战彻底碾碎这朝中不战而言降的废物，让天下人知道究竟何为天朝上国。犯我大钱者，虽远必诛。怒！官家，若是下定了决心，那本宫也要同去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！上下一心，同仇敌忾，我大钱此战必胜。官家，算算时辰，经过的军队就快到了。城上的可是前国皇帝？既知是朕，尔等还不下马跪拜？跪拜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赵宋小儿，你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！看看我大金雄狮，铁蹄所至，寸草不生。你若识相，就速速打开城门，自负出降。本王说不定会大发慈悲，给你留个全尸。完颜宗，该投降的是你们才对，立刻把魏嫣然交出来，再叫你们大汗亲自来我大前京城，3跪9叩，俯首称臣。届时，朕或可考虑留你金国宗庙不毁。官家，这惊人势大，切不可逞一时口舌之快呀！是啊，官家，我方只有5万人马，怎可挑衅这20万大军呢？好一个不知死活的惶恐小儿，竟敢如此侮辱我大金，亵渎我大汉天威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赵宋小儿，本王发誓，攻破巨北城后，定要将城内所有人，不管官民，尽数屠戮，筑城清关，给我大金祭旗！官家，这精兵20万，铁骑压境，我军只有5万，你怎能如此迁怒于他？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是啊，官家，现在撤回方才的话，或许还来得及。现在就应该据城死守，等待各方援军呐，官家。慌什么？为此一战，朕已准备好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？官家，京军数倍于我们，纵有神兵利器，又怎可敌这20万大军呢？是啊，官家，要不我们现在就撤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逃？该逃的是他完颜宗。韩青，臣在。速去准备出城迎敌。诺。出城迎敌？官家，你当真吗？官家，不可呀！官家，韩将军纵然神勇，也应据城而守，待敌军锐气消散，再图反攻。是啊，官家，敌众我寡，出城时无异于以卵击石啊！将军，巨北城门开了，前军似乎要主动出击。嘿嘿嘿，赵宋小儿，你可真是蠢猪投胎，自寻死路！儿郎们，准备杀进巨北城，抢钱、抢粮、抢女人！抢钱、抢粮、抢女人！完了！官家你糊涂呀！慌什么？韩青，人在。这是何物？官家要用死物迎敌？官家，此物异常笨重，岂能用于野战？赵宋小儿，
本王还以为你藏着什么大招呢，原来就是包了个铁皮疙瘩出来。你是想用它来撞死我们吗？真是蠢笨如猪！官家虽有不世之才，可终究太过年少气盛，轻敌冒进，我大钱今日亡矣呀！哎，这次我等真是无路可逃了。姐夫，说是一会儿您的秘密武器不顶用，我就带家兵死战迎敌。你带着我姐迅速从南门撤离。我杨家世代忠烈，绝不会让官家在此被俘。不可，小妹，我们绝对不会扔下你的。皇后，小姨子，朕知道你们两个姐妹情深，但朕这坦克都开出来了，此战毫无悬念。全军列队，准备跟着我踏平这群不知死活的前人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看来你们对科技的力量还真是一无所知啊！杀！全军听令，人在，开炮！开炮！这是何等神物啊！官家真乃神人也，这金军又溃败了。姐夫，你这秘密武器也太厉害了吧！看到了吧，金人铁骑在朕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。姐夫，我也想开一辆试试，我也要去打金镐。胡闹！朕尚未教你，这岂能儿戏啊！姐夫，我可是开过火车的，这坦克再难开，能有日行千里的火车难开吗？姐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试试吧，姐夫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多谢姐夫，姐夫万岁！完颜宗，你该当何罪？罪？嘿，成王败寇，本王何罪之有？赵宋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赵宋小儿，你真以为你赢了吗？你太天真了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中计了！什么？中计？你在胡说什么？现在不妨告诉你们，本王在此佯攻巨北城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牵制你们前国主力。我大金真正的精锐铁浮屠早已由太后引路，大汗率兵绕过关隘密道，直扑你前国京都去了。什么？京都？他们早在10日之前就已出发，如今恐怕明日就兵临城下，而你们经济空虚，群龙无首，如何抵御我大金精锐？届时国都被破，大钱必乱。完了，这京都若失，大钱休矣，大钱休矣呀！官家，快下令回援呐！官家，现在才想班师回朝，晚了。你们从巨北城回到京都，就算日夜兼程，需要多久？恐怕最快也需要半月。到时候，我大金的旗帜早已插满你前国全城。调虎离山，朕早就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？若非朕来到此处，他们怎么会倾巢而出，放心大胆去偷袭我的京都呢？哼，虚张声势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方才你问朕从京都过来用了多久？难道不是半月？最快也需10日，你休想骗我！哎呀，还是怪朕出发的晚，昨日才从京都抵达此处。你说什么？昨日？小姨子，去准备发车吧，朕要好好带他兜兜风。诺。赵宋小儿果然中计，此刻他怕是还在巨北城下，与完颜宗的部队纠缠不休吧？大汗，赵宋恐怕早已死在完颜宗将军手下。报！大汗，京城周边兵力稀少，城墙守军更是寥寥，守备空虚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准备攻城。是。待我攻破大前京城，锦衣财帛、美女宫阙，尽归于我等。大汗，不要忘了，说是赵宋未死，入主京城后，还需组织军队以逸待劳，伏杀仓皇回援的赵宋等人。
那是当然。只要赵宋一死，本韩就彻底拿下这中原的江山。届时，定封你为摄政太后，共享这天下。赵宋，这大前天下本宫得不到，就算毁了也不会让你得到。儿郎们，破城之后3日不封刀，任尔等烧杀掳掠，纵欲妄为。杀！啊！这是怎么来到朕的京都，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吗？赵宋。姐夫，这大铁疙瘩开着可真爽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应该在巨北城，怎会在此？赵宋，你究竟是人是鬼？朕自然是人，不过尔等井底之蛙，不知这科技之力。昨日朕坐上火车1日千里，早就回来等你们上门了。不可能！火车轨道只通边市，怎会直达京城？魏嫣然，朕掌控了这天下之地，你说这条条大路不通到我们大前国都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本宫的计谋怎么会失败？魏太后，这可是你出的主意啊！现在怎么办？不对，大汗，就算他赵宋未死又如何？你的精兵骁勇善战，兵力仍胜他一筹。趁此机会，一举拿下强国皇帝，入主京城。魏太后说的对，就算他赵宋回来又如何？就凭这几个铁疙瘩，也能挡住我大金的铁骑。完颜谷，你巾帼精锐，深入我大前腹地，无城可守，无粮可蓄。此刻投降，朕或许可以留你一命。大汗，就听他妖言惑众啊！儿郎们，准备作战，拿下大前皇帝的人头，封万户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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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夫，你还跟他们废什么话？快让我开炮吧！我迫不及待给那魏嫣然来一炮了。既然他们冥顽不灵，那朕便让他们灰飞烟灭。给我上！开炮！得令，开炮！魏氏，尔等可知罪？官家饶命啊！官家，大人，将军，饶命啊！官家饶命啊！传朕旨意，叛贼魏嫣然、秦松，降罪处死，夷其3族。今囚完颜谷、完颜宗，斩首示众，传阅九边，以儆效尤。命其部族勇士向大前称臣纳贡，若有再犯，灭族绝种。诺！把人带下去。官家饶命啊！官家饶命啊！官家饶命啊！官家，叛贼之事已了，现在该论功行赏了。尚书杨震，宫中体国更兼德行高洁，堪称百官表率。即日起擢升为丞相，总领朝政，辅佐朕治理天下。老臣叩谢天恩。将军韩非，臣在。忠勇无双，护驾平叛，屡立战功。即日起封镇国大将军，总督天下兵马，赐丹书铁券。谢主隆恩。姐夫，我呢？我也立功了，开火车、开坦克，我可是出了大力的。你呀，就去工部吧，去做一些新玩意儿，比如日行千里的豪华跑车，奢华无比的游艇。跑车、游艇，那是何物？虽然听不懂，但姐夫让我造的一定是好东西，我干！皇后，诸事已了，
上次在御书房未竟之时，这次朕可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们。哎呀，官家，讨厌，这还在朝堂之上呢。散朝。恭送官家，皇后娘娘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